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谢飞观察，我是谢飞啊。又一组人口数字出来了，而且这一次恐怕比少子化3个字本身就更加的直接。台湾的内政部门呢，在8月10号公布的最新的这个户籍统计，截止到7月底呢，台湾人口大约2323.5万人，已经连续31个月负增长。那今年的前7个月，新生儿呢也只有54250人。那比去年同期就少了1万多人呐，而同一时期呢，死亡人数就达到了115628人，已经超过了出生人数的2倍。那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也已经达到了20.54%。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不生了呢？这个问题呢，台湾其实已经讨论很多年了。有人说房价太高，有人说薪水增长太慢，有人说呢托育太贵，也有人认为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变了，不愿意结婚了，自然也不愿意生孩子。那这些可能都对，但如果只是告诉年轻人说政府再多给一点补助，你们就赶快生吧，可能还是把这个问题想得太简单了。这就像一家餐厅发现客人越来越少，老板于是宣布，今天每桌送一盘小菜。小菜当然有人喜欢，但如果真正的问题是餐厅太贵，排队太久，停车困难，服务又不稳定，那么你送一盘小菜真正能够让客人回来吗？生孩子也是一样，真正影响一个家庭决定的往往不是生孩子那一天花多少钱，而是未来20年房子够不够住，工作敢不敢请假，孩子生病谁照顾，托育排不排得到，教育要花多少钱呢？如果夫妻2个人都工作，谁去接孩子？如果为了照顾家庭离开职场几年，回来以后还有没有位置？所以少子化真正困难的地方就在于，它不是一项补助政策可以解决的问题，而是一整套生活成本的问题，甚至还是一种对未来的信心的问题。当一个年轻人觉得自己连未来3年的生活都不敢确定，你就要他规划一个20年的家庭，这个决定当然会越来越困难。而人口下降的影响也不会只停留在产房，每天少一个新生儿，几年之后就是幼儿园少一个学生，再几年小学开始减班，大学开始抢人，然后进入职场的人减少，缴税的人减少，需要照顾的老人越来越多。所以少子化真正可怕的地方，不是某个月出生人数又创新低，而是这个数字一旦持续几十年，整个社会的结构都会跟着改变。政府当然可以增加育儿津贴，企业当然可以提供育儿假，托育当然也应该增加，但真正的问题是，那这些政策到底有没有让年轻人产生一种感觉，就是我养得起，而不是只有政府有补助，这2个概念差很多。人口政策呢，最终拼的其实不是出生数字，而是年轻人对于未来的信心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台湾连续31个月人口负增长，究竟是年轻人的生育观念改变了，还是整个社会正在变成一个想生也得先算很久的地方呢？评论区告诉我。